和平啊，你该动一动了。杨书记，你还真让我出局啊？出局？什么出局？这次民主推荐，我得这么多票，是不是你跟周总你们两个精心策划的？你是哪儿听来的闲言碎语啊，和平？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听。行，那我往哪儿动啊？去北京当部长啊？这不太可能吧？你都知道了？对呀，就是去北京挂职。北京挂职啊？北京国家部委的一个很重要的司。什么司啊？项目司，正4级巡视员，任职时间1年。哎，我特别说明的是啊，和平，任职期间你依然是北极股份的董事长。杨书记，你不会这逗我呢吧？这么严肃的事情，我能逗你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女嘉宾的照片和介绍呢，我也都看过了，确实不错，也比较符合男嘉宾的要求。啊，刘店长，这样啊，做计划，送他们一次珠穆朗玛旅行，也有助于男女双方更好的了解彼此。于总，我觉得你这费用太高了。哎呀，这个就不要考虑了嘛，这点小钱就不是问题。我按你这个做计划。行，那就这样。哇，于总，你们还赠送一次相亲双方攀登珠穆朗玛峰？是呀，这个风险也太大了吧？是不是还有保险费用？你们都误会了，我说的是本市的珠穆朗玛景区，就在东郊，就是以前的鸡公岭景区。这样，咱们继续说情况啊。到上面挂职是锻炼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，但我可以坦率地讲，这次机会真的非常好。项目司4级巡视员，平台很高啊。是，我知道。之前王副省长不就挂在这个职位？对呀，和平，你站在这个平台上，你就尽情的运筹帷幄吧。全国一盘棋，世界大舞台，滚滚风雷尽收眼底啊！其实个北极股份可比得了的。你干得好，你就留北京了。我还留北京？你舍得让我留北京啊？舍得不让我回来了就放我走？你看你这话把我问住了啊！我当然舍不得放你走啊，我不想让你走，但问题是，我不让你走，这不耽误你前程吗？那如果我通关放人，你又说我让你出局，你说我这做人多难？杨书记啊，这话是咱共同的妹妹齐小华说的，我能不相信吗？你要信就信啊！但我跟你说，挂职的事儿，你好好考虑，尽快给我个回话。这么好的事还有啥考虑的？和平，那个孙总跟杨书记正说着呢，啊，走吧，那边等着了呢。和平，那你这个态度啊，我跟上面回话了。我们该走了。哎，那个杨书记，你这么大事儿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行，你好好考虑。但我告诉你啊，盯着这个挂职人大有人在，连周道都想去。你说这周道怎么什么便宜都想占呢？不能让他去啊！我不去都不能让他去。他去了这么大的集团怎么办？啊，那孙总走了，我们北极怎么办啊？这投资还没到位呢，他们就要花钱，还说叫什么烧钱，俩人都要攀什么那个珠穆朗玛峰。不会吧？于总也太过了吧！男女双盘，这得花多少钱？对啊，咱们还得考虑他们人身安全问题。这再买个人身保险，这得多少钱啊？是啊，店长，我有建议，攀登高度啊就到6000米大本营为主。不对，大本营是5200米，这么算的话，别算了，就爬到5000多就可以了，再往上爬让他们自费。还得立下生死状，这万一高原反应出点什么情况，咱们可不负责啊！对，就这么做计划，所有的费用，除了我们该管的，其他费用他们全部自理。年轻人不知道省钱的，一出门哪都得花钱，还烧钱，烧什么烧呀？我不烧就我落伍了。现在就是流量时代，流量来了，面包牛奶就全来了。来，谢谢刘姐。接。哎，秦平，我突然发现这杨柳又变得可爱了。
你觉得他可爱，是因为你更可爱，你最可爱了。是吗？你也发现我可爱了？我哪儿可爱？你说说啊，这话我爱听。你是不是又立林志婚了？啊，你这样去北京任职啊？那不是杨柳的诱惑吗？你也给我使眼色，我马上就变口了。咱们能不能别官迷心窍啊？搞企业就是搞企业。我呀，也主要是想利用一下这个难得的机会和平台。有一句话杨柳说的没错，你站在这个平台上啊，运筹帷幄，全国一盘棋，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这个平台跟机会很好，但是现在时机不到啊。北基、红星、希望资控的整合还没开始呢，你现在走了对大局不利。虽然说你北基董事长的职务还没有被免，那你要是去北京任职了，那就鞭长莫及了。是啊，那杨柳他能闲着吗？那肯定借机清理门户，把我们的高管都得换了。对呀，等你过完观影回来，你别说田野他们了，说不定连我都不在了。天明，果然是人间清醒啊！你说你这一番话，一下把我给说醒了。孙和平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嬉皮笑脸？我跟你说认真的。好好，认真。你现在不单单是属于你自己跟玲玲，你还是属于北基的，因为你有梦，所有的北基人才有了梦，我才有了梦。那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你啊？就是因为你给大家带来希望，带来温暖啊！你明不明白我说的话？不是因为我小伙精神才围着我的吗？好了好了啊，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了。放心吧，不走，肯定不走。孙和平挂职走后啊，我们首先和国内外各大股东沟通，告诉他们我们要把南柴装入北基，让北基成为亚洲最大、全球第2的专业发动机制造商。我想这些呢，对股东们会有极大的说服力。南柴装入了北基，我们就成了控股股东了。没错，我们控股之后，把孙和平从根上拔起，就不用费太大的力气了。现在唯一就是没有免了孙和平这个董事长，很多事儿咱还得必须和他通通气。该通气通气，包括管理团队的调整。我跟你说啊，挂职这张牌实在是太好了，只要他走，我们就赢了一大半。沾上毛，比猴还精。哼。哎，他要万一不走呢？他不走，你也别想去啊。如果不走啊，又得做好再博弈的准备了。哦，还有啊，集团上半年该付的那1亿3千万的货款，到现在还没给啊。我今天催过杨书记了，他怎么说？他让我找周到。周到说那个已经批下来了，下周就到款了。那还行。哎，咱们集团现在欠北基股份多少货款啊？差不多3亿5千多万吧。按照和人家签订的购销合同，今年6月底之前得付给人家1亿3千多万。我刚签完字，下周就打了。哎，周到，赶紧把沈秘书追回来，这笔钱不能付。再不付，那孙和平非得找上门来和我切磋拳击不可。他敢？让他找我切磋。不是，人家北基也知道要划账了，财务部都通知了。慢慢等，一笔笔账总会和他们算清楚的。老杨，你也太敏感了吧？那你以为呢？啊？哎，给北基订的5000台发动机的单子发过去了吗？发过去了，我还正想说这事儿呢。那上半年你让进了1万台发动机，现在还压在库房呢。要不是这1万台发动机，咱也不至于欠北基这么多钱呀。周导，我今天实话跟你说啊，当初也就是没地儿放，如果有库房放货，我就订15000台了。现在老厂房动迁，有地儿放了，赶紧进。那得多少钱呀？多欠几个亿有什么关系？人不死，账不赖。还有一事儿，集团来了一个5000台发动机的大单，说要尽快交货。这不在我们跟集团年度的订单里吗？
不在啊，销售部的楚总今天早上还给我嘀咕呢，说不知道该不该签。签啊，干嘛不签？有钱不挣王八蛋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跟楚总说啊，马上签，把库存的先发给他们，然后呢，那些小的订单往后压一压，先和集团来。不是你想一下，杨柳跟集团干嘛要那么多发动机？我管他干什么呢？他倒卖我都不管。我现在不怕杨柳买，我怕他不买。我们现在不是那些价了，是市场价。我卖一台，我挣一台钱。你赶紧签啊，赶紧签！要不你再想想吧，我总觉得这事不对。没什么不对，我是饿死鬼托生，我就怕吃不饱，我才不怕被大订单给撑死呢。那他杨柳要是收着货不打款怎么办？他敢？没王法了，我去法院告他去我。哎，说说，我到底哪儿可爱？怎么又白了我？你现在就挺可爱的。现在就做分手的准备，也太悲观了吧？我不是悲观，我也不乐观，我是现实主义。再说了，就算我多疑，那我采取点措施，我也没什么损失吧？那欠款不给人家孙和平，还会再发货吗？他肯定发，新货不发，旧款也别想拿。再说了，就算他独立门户，那我们也是他的超级大客户啊。我们付的可是市场价，不是内部协调价。就孙和平这么猴精的，他知道在我们这些大客户面前委曲求全。孙和平会不会防着咱这一手？他现在是进攻，不是防守，一时半会儿顾及不到这个博弈过程中的细节。以我对孙和平的了解，他这个人呢，是战略上的天才，细节上的笨蛋，有时会一个跟头飞出10万8千里，但是时不时也会露出这通红的屁股，让人痛殴一番。能制住孙和平的，也只有你了。能让我心神不宁的睡不好觉，也是他。老学长，什么老学长？你注意点场合。什么场合啊？这没人啊，藏人了？藏什么人啊？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什么，喝点感冒灵就好了。去北京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那个，我不去北京了，我过来跟你汇报一下。孙和平，你怎么又变卦了？这机会多么千载难逢啊！是，杨书记，我主要是舍不得离开你，舍不得咱汉众集团。我还真不知道你对我和集团有这么深的感情啊！主要是对你感情深。现在特殊时期，我放心不下你。特殊时期？什么特殊时期？你不跟钱老大要闹离婚呢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听说我送你的花瓶你们都给碎了。真是坏事传千里。那个花瓶是秦兴亭无意碰到地上摔的。哎，人家可说是你摔的啊，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我对您能有什么意见？行了，不说了啊。说说正事儿吧啊。好，说正事儿啊，杨书记，我正式向你汇报，北京挂职我不去了。不过这名额保留，这平台宝贵嘛，所以我们北极党委决定换一个人去。我们郑重推荐让钱平去。听着啊，北极没有名额，让你去挂职是省里定的，是刘省长亲自点的名。刘省长亲自点的名。是真的假的呀？刘省长为什么点你的名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不去，刘省长会怎么想？哎，这倒也是。和平啊，人生成败的关键，可就那么几步啊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是我的机会？
刘省长亲自点的名，亲自。是，那刘省长对我亲自一次，那多不容易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别犹豫了，我现在给省长打电话，就说你同意去挂职了啊！别，谢谢刘省长啊，就说我走不开。那你亲自给他打电话，亲自跟他说。不，那不用了吧？刘省长那么忙，我不打扰啊，我也不打扰你了。你喝完药好好眯一觉，别让我操心啊。杨柳，你是不是告诉孙和平了，说我点了他的名啊？说了，他根本不动心。这样一来，我更加担心了。现在孙和平分分钟都可以把北极这个队伍拉走。刘省长，您得尽快跟他谈一谈了。那你就告诉他，让他到我这儿来做个汇报。好，可刘省长，我觉得最好让省办公厅直接通知他吧。这样也显得郑重其事啊。对呀，您看，我是他学长，又是他上级，他在我面前就经常没大没小。那你该严肃就严肃，你不要总是跟他那么随便吗？不是我跟他随便，是这个人他平时就嬉皮笑脸，他经常把很严肃的事情搞得稀松平常。那他还举重若轻了，那还是个人才吗？这不是？杨柳啊，你是不是也太夸张了？你们集团下属的一个2级公司，分分钟说拉走就被拉走了。那我问你，孙和平是个体户吗？他是副厅级的干部啊，杨柳。我不信一个副厅级的干部，他敢不听招呼，敢撕破脸来跟你对着干吗？他就是不听招呼，这人不讲规矩，根本没个做下级的样子。刘省长，这都是股份制闹的。当初集团没钱注资啊，一不小心让员工吃过会，做大了。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孙和平呢是省管副厅级的企业干部，又是上市公司董事长。他这个董事长是股东和董事们选出来的，不好撤。如果好撤的话，2年前我和集团党委就把他给撤了。那他就不要当这个党员干部了，不要做这个副厅级了。对，刘省长，这严厉的话就得您来说，治乱局就得用重点。哎，向国资委陈主任汇报材料带了，带了，就差这份希望自控的转让合同了。哎，行，那咱速战速决。对，那个战略咨询费600万，史密斯公司催了。我已经让田总打给他们了。田总没打，他嫌贵，说让咱们跟史密斯他们商量一下，争取少点。争取什么争取啊？人家是全球著名的国际战略专家。德辉，这事你落实一下，赶紧给人打钱。行，我马上给财务打电话。还有一事啊，马姨来电话了，说让您有空去趟爱之翼，我帮你给推了。怎么给我推了？哎，我还找他有事儿呢。不签，不该花的钱是不能花，严格回收也没有用。可刚才严书记电话说，是董事长的指示。怎么这么点小事还跟董事长汇报呢？啊？按董事长指示办。行，那我现在走了。哎，什么博弈战略值600万啊？什么啊？给我出去吧！什么都不懂，就会就会别动，别动！干嘛呢？请问哪位是刘文艳女士？我是。我们是受于先生的委托来给您送礼物的。哪个于先生啊？还能是哪个于先生啊？刘店长，业绩突出，以资鼓励。工作做得挺到位啊，真会拍马屁。再接再厉啊！搬进来吧，这可是我们万里挑一挑出来的。你看这气质，这长相，女神范儿吧？
文艺女青年绝对是孙和平先生呀欣赏的类型。马总，该女生就是上期《今生有约》的5号女嘉宾。我们会尽快安排他们共登珠峰的。共登珠峰？刘店长，你说什么呢？男女主共登珠穆朗玛峰啊，见证他们的浪漫，还是免费的，咱们送的呀。咱们赠送的？哎，等，哎，这店长，你一说这话，我也有点不太明白了。您意思是，我们爱之意要奉送孙和平和这位女嘉宾一次，这个西藏的珠穆朗玛峰，这还咱们出钱？不是你们许的吗？谁许的？你们呀。那是不是再来一次南极之旅啊？咱们开始烧钱了吗？还没呢呀，人家大英资本烧柴火的钱还没到位呢。平凡，你行啊你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。之前闹节约的时候，你连多一间办公室都不肯租，你现在怎么了？攀登珠穆朗玛峰你都敢许给人家？啥意思啊？哥，您这个协议赶紧帮我签了，您不签我没法跟马董交代。我哥都说了，你们在监狱里商量好了，您还是赶紧把这个协议书签了吧。不是，这马姨什么时候成你们家马董了？你们啥时候合作的？我们只是友情合作。再说了，我现在都是爱之意的形象代言人，也是汉江电视台午夜特别节目《今生有约》的特邀主持人。这您要是不签，就是跟马姨过不去，也是和爱之意过不去，那不就是不给妹妹我面子吗？我没和马姨过不去，我跟马姨已经谅解了，是吧，钱总？啊，对，我们孙董现在已经谅解了马董，并且也接受了马董的赔偿。要不是因为今天过来跟你签约啊，我们孙董现在正在爱之意享受那什么贵宾服务呢。就是，马姨给我安排一次相亲之旅，说是有女嘉宾陪着我，什么攀珠穆朗玛峰。那好啊，哥，我热情地邀请你带着女嘉宾参加我的节目。不是，这就算了吧，是吧？这也不在这个爱之意的这个谅解录里面啊，不能占你们便宜。孙董，我们愿意吃点小亏，尤其是我最喜欢无私奉献。不是刘冰，你别闹了，赶紧把政治合同拿过来，我还得赶到省国资委，我跟他汇报呢，还得。那哥，你先签这个，然后这2份也签了。你就跟你哥学吧你啊。回头请哥哥吃饭。马董啊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今天事情太多了，过不去啊。哎呦，那可太遗憾了，孙董，人家女嘉宾可伤心了，都流眼泪了。马董，别逗我了，不是说今天去看那个女嘉宾的资料和研究攀登行程吗？什么攀登的行程啊？孙董，您这个大忙人，您想去哪儿攀登啊？哎，珠穆朗玛峰啊，你承诺过的赔偿啊，我再忙我也得去攀登一次啊我。孙董啊，是这样的，关于这个珠穆朗玛这事儿呢，我想您是误会了。我们爱之意承诺的是去珠穆朗玛景区1日游，就是你哥们刘必定承包那个鸡公山，让您跟女嘉宾见个面，聊聊天，喝个茶，互诉衷肠。不是老马，你少来啊！你这成长的够快的呀，迅速就成长为一个大骗子了。我这刚跟刘必英签完了谅解协议书，你这边就变卦了。那珠穆朗玛景区，那我还用你奉送？我自己不能去啊我。孙董，如果您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什么都不奉送了。哎，你不奉送不行，这珠穆朗玛峰我去定了。这么着。女嘉宾可以免了，我自己去行吗？您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这是您的自由。只是这些与我们爱之意无关。
这珠穆朗玛峰的攀登费用，我必须让你们爱之一承担。喂，田总，你说，高辉，跟孙总在一起呢吗？让他接电话。哎，好，稍等啊。孙总，田总电话。哎，田总，你说，孙总，希望自控的合同签了吗？签了，刚签完字。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？这是个信息的时代，你们签合同的时候，广东一个金局长就过来了，说要跟我们商量股改的事儿。孙总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希望自控国有股太少，是股改的困难户。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到现在没股改，我觉得咱们上了刘必定的当啊。股改的事我知道，刘必定没瞒我，他也瞒不了我。刘必定那股权就一点点从这个地方国资局收让来的。金局长那儿应该没剩多少股份了吧？金局长说他手上还有6200万股，那已经是小股东了。虽然是小股东，但是他们在市场融过资，所以股改送股那是他们的事儿。哎，金局长说了，那咱们接了刘必定的班，那就有义务股改。金局长说了不算，就算股改，也是我们第一大股东说了算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战略咨询费，你赶紧打给人家咨询公司。打了。田野，别这么小气啊！记住了，智慧是有价的。那史密斯那脑子比你我都好使啊，为咱们设计那个市场战略和产品战略，那都非同一般，各个部门那是高度评价。对，哎，600万的脑子能不好使吗？那不好使能值600万吗？田野，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啊？哎，别在电话里面说了。图财主，有时候真气人。好，我去汇报啊！你们去接史密斯一行吧。哎，那晚上宴请史密斯，你参加吗？我尽量吧。啊，行吗？看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好不容易让刘碧莹帮咱们把谅解协议签了，现在又搞出什么珠穆朗玛峰经济纠纷案。现在还不是闹纠纷的时候啊。刘店长，这珠穆朗玛峰的费用，你看，这我看什么看啊？我不看，眼不见为净。这个费用我不出。那咱们就先摆平孙和平。不过如果摆不平，这费用还得您老出。凭什么我出啊？明明是他。咱们先不管这个错误是谁犯下的，就经济实力还是您老雄厚啊。哦，我有钱就得我出，这谁规定的呀？老娘不伺候了。你回家去。妈姨，你跟我玩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妈，您回家吧，你不要在这儿给我添乱了。哎，马总，这话真不能这么说啊！刘店长怎么是添乱呢？是吧？我不干了，我辞职，我抢你们的鱿鱼。刘店长，店面我也收回，你们中心店爱搬哪儿搬哪儿去，我不管了。3天你们必须得搬离。你们要是不搬，我帮你们家搬家公司。哎，刘店长，你听，哎，你听我跟你讲，咱能商量吗？好啊，好啊！哎呀，没想到这条黄金产业链还真让你孙和平给搞成了。希望资控的股权这回不会有变化了吧？不会了，我股权合同都签完了，否则我也不敢来见您啊。杨柳这回安生了，没接你的活。再找王小飞虚晃了一枪，但被我跟刘必定给识破了。红星重装那边呢？也拿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和任一安那可传奇了，我们是在命运交响曲中找到了共鸣。和平同志，祝贺你们。陈主任，那下面就该您跟国资委
履行诺言了吧？履行诺言？我答应过你什么？不，陈主任，你答应过我，帮我说服刘省长，让我们北极独立出来。那就当时就坐在这儿，你这不能赖账啊！好吧，和平，你找个时间，跟刘省长汇报一次。不，陈主任，你这越级汇报不太好吧？我跟您汇报，您跟刘省长汇报吧。咱们双管齐下嘛，就算我汇报，你也要先向刘省长汇报，把你怎么月下追韩信、怎么城门立雪的事跟刘省长说说，带着感情说，先把刘省长给感动了。算了吧，我还能把刘省长说感动了。刘省长那水平，不把我说感动就不错了。哎呀，你试试嘛。哎，另外，西川省国资委的态度你也要搞搞清楚。已经搞清楚了，他们不欢迎我，不希望我们北极杀入西川。意料之中，所以你汇报的时候也要向刘省长求援，让他帮你想办法。不，陈主任，你可真敢想。那刘省长能管我这事儿吗？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陈处长。什么？刘省长要见我？啊？下班之前好，我知道了。刘省长没说要找你有什么事儿？没说呀。这刘省长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？马董，你这么排挤刘店长，我都看不过去了。我不是排挤他，我是真心希望他回家安度晚年，省得在这儿给咱们捣乱。好好的珠穆朗玛景区游，让它变成珠穆朗玛风游。哎，这事儿不能全怪你妈，也都怪我，这话也没说清楚。当然得怪你，要不是你一直捧着他，他至于这么极添乱吗？哎，话还真不能这么说。咱们最困难的时候，也只有你妈无私的支持咱们。所以啊，现在有资本进来了，我妈的历史使命结束了，她可以回家。马董，你不是这样吧？也太势利了吧！我这叫大公无私。大英资本进来了，咱们有钱了，家庭作坊的运营模式结束了。我们要以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企业，哪天你我不合适了，咱俩都得走人。看看吧。行，行，你最大，你说了算。你最近没有啥事儿犯到刘省长手里了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又到哪里大嘴巴乱说话，让人家给告了？不会，我现在夹着尾巴做人，我说话都不敢大声说。你最近没有到哪里去接见哪位公关小姐什么的？不，这怎么都传到你这儿来了？我现在忙得这鸡飞狗跳的，我哪有时间扯那个？哎，好，那你准备一下，去向刘省长汇报，包括求援。老市长，那我跟省长怎么求援？您帮我点拨点拨。西川省委林书记和咱们刘省长在一起搭过班子，关系相当和谐。最近林书记要带着西川党政代表团到咱们省来访问，主要就是谈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川转移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你可以让刘省长出面做做林书记的工作，汤家河那边就好对付了。那就太好了。那上面如果有一句话，那汤家河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可是那刘省长会帮我吗？他不会帮着杨柳压我吧？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？那刘省长又不是为汉仲和杨柳一家当的，你们北极也是汉江的企业，而且是发展的最快、最有潜力的企业。我相信刘省长会支持你们的。陈主任，愿您吉言，但愿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叹气了，去吧去吧。你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还怕刘省长？哎，
我看这文章怎么像你当年那篇《爱情麻辣烫》的翻版？不是翻版就是原版，这就是当年写的那一版。虽然与现实稍微有点距离，这鸡汤味道浓啊。哎，老于，说我怎么这么有才华呀？所以啊，我重用你。那是你聪明。你帮我仔细看看，站在齐小华的角度上看，咱们得让他满意啊。所以，我这次得昧着良心说点谎话了。您呀，喝着茶，慢慢的看。我得上你家赶紧救火去了。哎，您高高在上点把火，我这就得低低在下忙掉魂了。这一天，老太太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找我，告老太太，中医店的房子以后给她交租金好了。还真交租金啊？不交租金白又更好啊，看你本事了。我哪有这本事啊？哎，马总啊，这回你是把你妈得罪大了。咱俩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于总，我相信你能挽回局面的。恐怕这回难呀。难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这老太太是把你当儿子看待的。哎，还真不是儿子，是女婿。可是你对我无感啊，老太太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呗。李文发，什么意思？你点我呢？我哪敢点您啊？我就是讲个事实，事实而已。少废话，赶紧跟老太太谈去，房子象征性的给点租金，租下来当总铺。那中心门店怎么办啊？什么中心门店啊？没有了，关门了。关门不行吧？哎，老太太肯定得急，不愿意呀。所以你去找她谈呐。可以考虑给她一个公司副总区职，明示暗降。我说老马，你这净考验我。那去吧啊。行吧，那我试试。别跟我和稀泥，马毅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。没房来找我，没钱来找我，一切问题解决的一脚把我踢开。阿姨，这话可真不能这么说。别人不知道，我还是知道的。马姨她没想利用您。当年，她宁愿屈尊在我手底下就打个工，写个爱情特稿，也不愿啃您的老，这都是事实吧？就是后来你给她补贴零花钱，她也是真不知道。她要是知道了呀，肯定得把钱退给你。他以前是这样的人，但后来呢？问我要钱的时候，哪次伸手你没看见？那不是您愿意来吗？马董不赞成你加盟，怕影响不好，您不是非得来吗？所以我退出中心店的房子，我收回。阿姨，阿姨，这件事儿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？没得商量，3天之后我来收房。你收回去干啥呀？这样，你就把店啊租给我们，行不行？阿姨，好商量行不行？阿姨，没得商量。刘店长，我求你了，好，退一万步讲，这3天真不够搬的呀。但我好糊弄啊！你找人搬家呀，你不是总吹每次都能让人无忧搬家，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说大车小车随你们选。3天太长了，交给他们1天，帮你们搬得干干净净。另外，你告诉马姨，等你们搬走之后，我要在那开一家小天使网站。我告诉你，中心店的全体员工已经向我表态了，都愿意出来跟我做。我要和你们爱之意来个友好博弈。我的妈呀，阿姨，哎，还博弈还小天使，这戏码是不是过点了？阿姨您别走了，您身体可真好。来呀，省长，北极的孙和平到了。知道了啊，让他等一等。那要不要我跟他透了点啥？告诉他，就说我对他
很恼火。好的。陈处长，别吓唬我，我这胆儿小。孙董，别谦虚，你胆儿不小，省长都夸你是孙大胆。这谁告了我的刁状啊？想想最近又犯了啥事儿？能犯啥事儿啊？哎，是不是杨柳和周道又告我的鬼了？省长认为你啊，心中可能有鬼。这份文件今天就发下去，告诉他们令行禁止，没什么可说的啊。下级服从上级，这是组织原则。太多选择时的执着，不顾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太多明暗中的较量，谁能掷地有声的决定了方向？就算理想曾被深埋，有梦怎会轻易掩藏？勇敢去吧，迎着狂风的怒吼，别再理会荆棘和沙。呼喊着吧，心中奔涌的热血，将桎梏挣脱再释放。那昨天的自己，浮沉中的自己，向命运对抗。像孤单的英雄，不需要谁鼓掌。向前去吧。